那你呢？你是何修为？赵竹英对楚风问。宇文炎日也好奇地看向楚风。八品半神，圣龙神袍。不过在这里还要靠2位罩着我。楚风笑道。楚风胸严重了。其实我能有这个修为，乃是侥幸。在神之时代给出小辈登顶的指示后，我神体天府便将所有资源倾斜于我，我才能如此快速地增进修为。如若不然，我的修为增进速度应该也是与你相差不多。宇文炎日似是怕楚风有落差，故意解释了一下他修为增进的原因。毕竟楚风之前可是9天之巅第一，是当世最强小辈。但按照宇文炎日的推断，目前的形势，所有势力都会用大量资源，不计代价的培养小辈。如今超越楚风的小辈应该不只是他一个，至少目前来看，神之时代对于我们小辈而言，真的是一件好事。咱们路上聊吧。楚风笑了笑，变动立刻动身。他自然不会因修为被超越而苦恼。楚风本身就不是会嫉妒别人之人，更何况他也早就习惯了没有资源的日子。虽然一路上贵人遇到了不少，但归根结底，楚风能够走到今日，更多的还是靠自己的努力。若是自己不努力，那些贵人也不可能将他推到今日的地步。毕竟往日的贵人早就被楚风超越了，所以楚风现在也丝毫不慌。他很自信，凭借自身努力，他的修炼步伐也不会停止。对了，楚风兄，你以后遇到我神体天府的人要小心。我神体天府多半也会帮助7界圣府对付你，不止我神体天府，还有苍穹仙宗以及其他势力。忽然，宇文炎日的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。我听闻了，神体天府与7界圣府搞了个同盟，即使同盟站在同一战线也是正常。但我也看出来了，宇文兄是不会与我翻脸的，对吧？楚风回问道。当然，虽然我与楚风兄虽相识不久，但我是真的拿你当朋友。我宇文炎日朋友很少，但只要被我认定为朋友之人，便是一辈子。我宇文炎日这辈子都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。宇文炎日道。不过楚风兄，你真的要小心7界圣府。我神体天府之所以会与7界圣府联手，不仅仅是碍于对方的威胁，其实7界圣府也给予了我们大量的资源，我也很有可能会在界天染的帮助下，短时间内突破到天神境。7界圣府的底蕴比我们预期的还要雄厚，他们之前未曾展现，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，而现在就是这个机会。宇文炎日说道。我与神体天府本身并无交情，我有交情的是宇文兄和王强，因此神体天府为自身考虑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我是能够理解的。对了，王强现在怎么样？楚风问。王强兄也得到了府内的资源，虽然资源没我好，但王强兄天赋极佳，修为也是得到了一定增进。如今他的修为已达到了9品半神，相信要不了多久也能够突破到真神境。对了，王强兄此次也来了，我们顺利离开此地，后面应该会见到他。宇文炎日说道。他最近身体怎么样？王强的天赋楚风不担心，他更担心王强体内的是血魔尊。挺好的，宇文炎日道。见宇文炎日这样说，楚风便放心了，于是看向了赵竹英。赵姑娘，不知你是来自哪个远古种族？楚风觉得赵老八名字都是假的，之前的很多话应该也是假的，很可能修为也是假的。不是可能，而是一定是假的。所以楚风想从赵竹英这里榨出一些消息。我父亲没与你说吗？赵竹英问。没有。楚风道。那你回头去问他吧。赵竹英道。这丫头果然冷漠，她甚至都没问楚风是怎么与他父亲认识的，也没问为什么他父亲会把他的画像给楚风看。他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事情。但赵老八有一件事没说谎，他这姑娘挺聪明的，想从他这榨出一些消息，看来是不太可能了。其实你不必这么好奇，迟早你会知道我们是谁，但前提是你能活到那个时候。赵竹英补充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笑了笑。赵竹英这话证实了楚风的猜测，他们绝对是远古种族的，并且实力很强，搞不好他们日后是敌是友还是两说。毕竟强大的远古种族要么就不露面，既然露面便不会甘居人下。就算当代与远古的战斗不开始，但这神之时代大家一定会全力争取。一番赶路后，楚风他们来到了一片山脉。这片山脉很大，并且很奇特，因为那特殊的构造导致这山脉到处都是山洞，乍一看就像是蚁穴一般，处处都是窟窿。但楚风却就像是来过这里一般，直接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座山洞之外。不过楚风并未直接带着他们进入山洞之内，而是看向他们，建议你们做好战斗准备。楚风话音落下，宇文炎日的气息便开始攀升，从1品真神直接攀升到了4品真神的地步，并且他还亮出了他那件独特的神兵。相比于宇文炎日的言听计从，赵竹英则是有些怀疑。你确定是这里？赵竹英问。楚风道。你若不信，可以留在这里。宇文炎日也是说道。言外之意就是这里有没有你其实都一样。赵竹英没有回答，可其修为也是瞬间攀升，提升到了4品真神的地步后，还将那把金色巨剑拿了出来，直接进入了山洞之中。可他刚刚进入，一股强大的涟漪便自山洞内肆虐而出，同时还有猛兽的咆哮。见状，宇文炎日赶忙挡在楚风身前，挡下那涟漪。楚风兄，你留在这里，由我来处理那妖兽。宇文炎日道。宇文兄，小心一点。楚风知道现在的他乃是一个拖油瓶，并且他相信宇文炎日，便不打算进去。见状，宇文炎日直接冲了进去，而楚风则是御空而起，
并且向远处退去。这战斗才刚开始，楚风觉得后面的场面可能会更加激烈，他这个修为还是躲远点为好。尽管楚风有自保的手段，但那种手段能不用就不用，没必要浪费在这里。又是一声轰鸣，整座山脉都随之摇晃。楚风神色大变，尽管他感觉不到具体的交战，但他能察觉到那妖兽的气息变得更强，不是强了一点半点，而是增强了修为。妖兽的修为已是达到了5品真神境。糟了，情报有误，这妖兽竟能提升修为。眼见如此，楚风便想冲入山洞，看能不能将宇文炎日他们救出来。可很快，楚风打消了这个想法。他察觉到宇文炎日的气息也随之攀升，同样达到了5品真神，且在其修为攀升之后，那战斗也是立刻停止。换句话说，是结束了。果不其然，很快宇文炎日也是从山洞内走了出来，笑着对空中的楚风挥了挥手：“楚风兄，处理好了。”而楚风注意到，此时的宇文炎日已经摘掉了斗篷，露出真身，但他此时的模样与往常差别极大，不仅壮硕无比，就连身高也比以往高大了不少，浑身烈焰萦绕，但看起来不只是霸气，更多的乃是神圣。他不是一个火焰战士，更像是一位太阳神灵。这一刻，楚风明白为何当宇文炎日修为提升后，战斗结束如此之快了。他不仅是提升了修为，连战力也再度增强。这边是日炎神体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楚风也是不由感叹。